本周鲍威尔证实了华尔街多数人的共识，即美国通胀仍然过高，还不是降息的时机。在当地时间周二，鲍威尔表示，鉴于通胀尚未足够低，并且持续时间不够长，现在考虑降息为时尚早。鲍威尔强调，鉴于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，以及我们在通胀问题上取得的进展，现阶段适宜继续保持限制性政策的作用，让数据和不断演变的展望指导我们。然而，高盛并不这么看。尽管受3月份通胀数据引发的悲观情绪影响，该行仍然坚持预测会出现软着陆。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在分析报告中指出，3月份的通胀率为 3.5%， 但他认为这一高通胀主要是由于数量异常庞大的特殊因素造成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高盛并未发现美国大规模裁员的迹象，而大规模裁员通常会成为软着陆转变为硬着陆的警示信号。为了支持他的理论，哈祖斯指出，3月份美国新增就业人数远超预期，达到30.3万人，而经济学家们原本预计仅新增20万人。尽管近期出现了一些颠簸，但得益于持续的美国消费者支出强劲，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稳定，通胀总体上仍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2020年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，无数酒店业和旅游业员工失去了工作，随后市场需求反弹，雇主几乎找不到足够的员工，不得不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薪资来吸引人才。总体而言，一个不那么狂热的就业市场，意味着工人将不像过去那样容易找到新工作。哈祖斯写道，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可能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才能找到工作。最终，高盛预计美国通胀将继续下降，估算到今年年底，通胀率将停滞在约 2.5% 左右。然而，要达到美联储关注的 2% 目标水平，则要等到2025年。华尔街的分析师普遍预计通胀将延续，例如摩根大通根据2月份的报告，预计全年通胀率将在 3% 左右徘徊。即便是在3月份通胀数据公布后，预测的最为担忧的经济学家，大多也仍然认为通胀整体上将会下降。这意味着通胀会下降，只是速度不如预期快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，都欢迎留言私讯我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